盟主大人冷静，这些东西极其诡异，并且你有没有发现，这些神秘生物的力量根本不是我们神之力量，而是不同于我们陆兽的力量。在整个大宙中，这样的力量还是我们第一次见。其父盟主身为9大副盟主之首，他的心境也是相对比较冷静很多。虽然刚刚不敌对手一招，但也没有让他彻底的失去分寸。听了其父盟主的话，差点要暴走的金地天盟主也稍稍恢复了一下自己的情绪，然后目光直勾勾的望着那10道神秘生物。这一幕也刚好被萧炎、灵动、沐橙花仙子云云他们所见，他们也感到无比的震惊。仅仅一招之下，就连登临造化之境的金地天盟主都不是其对手，可想而知，这或许才是天空之门的真正力量。没想到神奇联盟的金地天盟主和9大副盟主竟然也都来到了这里。从刚刚天空之门转移目标后，我便发现似乎他们动了什么让天空之门都重视的东西。萧炎在心中嘀咕起来，但他的心声却被焚绝空间中的焚老听见。焚老也是一脸沉思的模样，他的一双眼眸宛如一片绚丽的世界，充满着无尽的智慧，所有的万物规则都无法逃脱焚老这一双智慧眼眸。可偏偏在萧炎遇见这道天空之门后，所有的事情都仿佛发生了一些改变。不仅就连焚老都不知这道天空之门的来历。此刻，神奇联盟的金地天盟主和9大副盟主又闯入了这座城中，而被夺取的那个东西叫守恒天道经，但却在他这位宛如大宙百科的焚老脑海中都不曾有着关于守恒天道经的任何信息，因为在大宙中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守恒天道经。但是为什么这神奇联盟的盟主他们闯入这里夺取连他都不知道的东西？难怪说他们早已经知道了在这座城中存在着他们要夺取的东西。焚老一想到这里，他都感到了十分的惊讶。按理说神奇联盟的盟主也是大宙中所诞生的神灵，为何他能够知晓这座城的存在以及守恒天道经的确切位置？这即便是焚老自己都未曾发现在这座城中还有这样的一类东西。片刻之后，焚老也是绞尽脑汁，将自己所能够想到的想法在自己的脑海中一一排列。最终他得出的最有力的信息，难道是神奇联盟背后的那位大人物？这就是焚老唯一想到的答案。不过焚老所猜的答案并没有错，神奇联盟的盟主以及9大副盟主之所以出现在这里，并且精准地锁定了位置以及要夺取的守恒天道经，如果不是背后那位大人物告知他们的消息，那么他真的想不出第二个答案了。神奇联盟背后的那位大人物究竟是谁？他究竟是什么身份？上一次进入神奇联盟中都未曾感应到有其他能量的波动，可想而知那位大人物的实力和境界恐怕早已经达到了深不可测的层次，那个境界就连我都无法触及与理解的存在。如果我推测的没有错，应该就是神奇联盟背后的那位大人物叫金地天，他们来此夺取他所需之物。这座城本就无比的神秘，根本就应该存在于大宙中，难怪那位大人物与这座城有着什么关系？还是说另有什么隐情？对于这件事情，焚老都感到了十分的复杂，一时间也无法分析出一个所以然来。还是等到以后获取到一些线索，或许就能够彻底的知晓神奇联盟背后的那位大人物的真正身份了。此时金地天盟主在恢复冷静之后，一阵风吹过，他的发丝轻轻飘扬，他的目光再次凝聚，心中暗自筹谋，寻找着破解眼前10道神秘生物的法子。金地天盟主的眼中闪过一道金芒，整个身躯散发着无比神圣的光芒。他知道，想要结束这场战斗，唯有罡风之道、空间之道、灭神之道3道合一，所爆发出的恐怖力量或许能够与之抗衡。在决定这个想法之后，金地天盟主立马再一次的运转起自己的3个大道之法。在金地天盟主的3个大道运转下，周身被3个道法缠绕交织，如同天地间最古老的咒语在吟唱，飓风在耳边呼啸，空间在脚下波动，灭神的毁灭力量在体内酝酿。这一刻，金地天盟主便是风的主宰，空间的行者，灭神的使者。当然，想要彻底的击退眼前的10道神秘生物，3道合一的力量还远远不够，必须再加上一样东西，那就是之前那位神明给他的那颗神明石。他的双手缓缓抬起，一道微光自掌心升腾而起，那是神明石，传说中能感应世间一切能量的神奇之物。它的光芒逐渐强烈，刺破了周围的虚空。在3道力量的交汇处，盟主闭上双眼，全身心的投入到合一的冥想之中。他的双手缓缓举起，随着他呼吸的节奏，周围的空气开始波动起来，一道微弱的光芒自他掌心升腾而起，那是神明石的光辉。它仿佛拥有自己的意志，缓缓旋转着，散发出阵阵温和而神秘的波动。神明石的出现让整个空间的气氛为之一变，那些盘踞在此的10道神秘生物似乎感受到了来自神明石的威压，他们的动作变得迟缓，原本混乱的能量场也逐渐的凝固下来。金地天盟主睁开双眼，他能感觉到神明石内蕴藏的巨大力量，他知道只要能够引导这股力量，那么即便是面对眼前的10道神秘生物，也将迎刃而解。他之所以能够快速的找到守恒天道经，也是靠着神明石的感应指引。而神明石不仅可以感应守恒天道经的能力，其中还蕴含着无比可怕的力量。一旦将这股能量施展而出，就算是眼前的10道神秘生物，也难以拦阻他们想要离开这里的决心。此时的神明石的表面泛起涟漪，金地天盟主集中精神，让自己的意识与神明石同步，感应着神明石之中的那股巨大的力量。突然，一道灵光闪过，金地天盟主的眼中闪过一丝不可察觉的诡异。
是时候了。金地天盟主低声喃喃，他的双手紧握神明石，彻底的感受到其中蕴藏的巨大力量。在他的周围，空气开始扭曲，时空仿佛都在为即将到来的爆发做准备。轰轰，神明石突然爆发出刺眼的光芒，那光芒中蕴含的能量汹涌而出，将周围的一切都瞬间吞没。金地天盟主的脸庞被光芒映照，他的眼神坚定而深邃，仿佛已经看透了生死轮回。这是那位神明给金地天盟主最后的王牌。他知道，以三道合一的力量，再加上神明石中的巨大力量，那么就可以顺利的逃脱而出。在这个决定性的瞬间，三道合一，金地天盟主的摄影站立于天地之间，仿佛一尊穿越古今的神。他那原本深邃的眼眸中开始流转出诡异的光芒，仿佛能洞察一切虚妄，穿透所有幻象。那诡异光芒中隐含着大道真理，让人无法直视。随着三个大道之法的融合，金地天盟主的全身上下泛起了层层规则灵光，那是造化道体的象征。突然，一道光华自金地天盟主的背后升腾而起，凝结成一尊望不到尽头的巍峨大道之象。它无形而有质，却蕴含着无法言喻的大道真谛。这尊大道之象散发出让无数众神都感到心悸的弑神气息，这气息如同实质，包裹着天地大道的一切，空气都变得极其凝重起来。那气息强大到让周围的虚空都为之颤动。一旦大道之象诞生，那么一方神界的所有大道都会视为他为王。大道之象亦是大道象王，那是什么？萧炎、灵动、沐尘三人直接愣在了原地，目光透过虚空，看到金地天身后的那一尊道像时，一股让他们几乎无法可以与之抗衡的力量正在其中不断的散发出来。而且，即便是造化初期主神，在这一尊道像面前，都只能避之锋芒。那是大道之象。然而，一旁的花仙子云韵却是脱口而出，仿佛他知道金地天盟主此刻施展出的这尊大道之象的来历。云韵，大道之象是什么？萧炎微微偏头望向云韵询问到，花仙子云韵也将自己所有知晓的答案都告知了他们。我在圣花殿的古籍中翻阅到，刚好介绍关于大道之象的记载信息。大道之象的诞生，并不是所有主神都能够做到的大能，只有将三道合一，再领悟大道的真谛，便会诞生出一尊大道之象。而所诞生出来的这一尊大道之象，可以将一方神界的所有大道都压制，而他自己就是大道象王。可以说，只要大道之象一出现，存在与这片神界中的所有大道都会失去原本的道芒。一旦大道象王出手，那么这一方神界的所有大道都会黯然失色。所以现在的他将自己的大道之象施展出来，这一座城中的所有大道也都会黯然失色，并且他还有那什么神明石的力量加持。虽然这里存在着不同路数的神秘力量，但是有了金地天盟主神明石的力量加持，恐怕也能够顺利逃脱。什么？他竟然能够拥有如此强大的底牌？看来这神器联盟的盟主并非想象那般简单。萧炎、灵动、沐尘听完花仙子云韵的讲解之后，心中感到无比的震惊。之前他们与这位神器联盟盟主对战时，对方根本都还没施展出真正的力量。换一句话说，当时这位神器联盟盟主只是将他们三人视为他热身的对手罢了。一想到这里，萧炎、灵动、沐尘三人的拳头都在同一时间紧紧握拢。如果他们三人想要击垮整个神器联盟，以他们如今的大道主神实力，恐怕还远远做不到。一直以为自己在神明界中得到大蜕变之后，能够彻底的对抗这位神器联盟盟主，结果到现在他们才明白，什么叫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此刻，在萧炎他们震惊的同时，纯白色天柱下的10大神长老、2大岛主以及乾坤岛的所有神器强者都纷纷面露吃惊神色。他们此刻的目光中都带着战栗，根本不相信眼前所看到的是真实那尊道身。难道就是大道之象？那股是神的气息，应该错不了，就是大道之象。那可是连登临造化之境的尊兄都做不到的大能，这金地天竟然能够做到，他究竟隐藏了多少的实力？10大神斩老等人早已经震撼连连。如果当时让金地天施展出三道合一的力量，恐怕即便是那位丹神塔塔主，恐怕都难以抵挡。这股是神的气息，足以摧毁所有大道之法，甚至造化初期主神也难逃大道象王的手掌心。就在大家都在震惊金地天盟主的这一尊大道象王时，神明石发出一声震耳欲聋的轰鸣，它的表面裂开了无数道光芒，犹如被一双无形的手掌强行撕开。